原本陷入停滞状态的 CR-929大飞机项目最近又被俄罗斯提起。俄罗斯表示会换一种方式和我国合作这个大飞机的项目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Hello， 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妞。在我国的 C919 国产大客机正式投入商业运营并获得成功的时候，俄罗斯又提起了 CR-929 的一些消息。C919 作为一款中程窄体干线客机，它的座舱为158至192座，航程为4075至5555公里，而 CR-929 为远程宽体客机，它的座舱为3舱280座，航程为12000公里。后者明显要比前者更大，技术难度也就更高，因此后者是中俄两国共同研发的一个客机项目。对于这个客机项目，双方都很重视。我国不用多说，看看 C919 的订单都多少了，就知道国内民航客机市场的缺口有多大。而俄罗斯也同样如此。自从苏联解体后，俄罗斯的经济状况就急转而下。为了解决当时的困难，俄罗斯政府决定采取导向西方的方式，停掉了大量的科研项目，人才也大量流失。这导致俄罗斯的客机大都采购自西方国家。这样，民航领域虽然是能够支棱起来了，但却导致了一个后果，对西方国家的依赖极大。特别是在俄乌冲突爆发后，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进行了全面制裁，失去了西方国家零件供应的俄罗斯民航可以说是进入瘫痪状态。迫不得已之下，俄罗斯加快了 CG100、MS21 等一系列国产客机的进度，但这样也依旧于事无补。因为俄罗斯作为一个世界大国，对远程客机的需求也很大，因此 CR-929 这种航程达12000公里的客机就成了俄罗斯的最佳选择。但问题也来了， CR-929 虽然是中俄两国合作共研的一款客机，但由于这款客机对标的目标是全世界，要想取得西方国家的适航证，那么就需要给西方国家一定的好处才行。因此，这款客机采用了很多西方国家的设备和技术，就连最重要的发动机都打算采用英国罗罗公司的传达900发动机。原本这么干也没什么问题，因为其他国家的设备和技术都很成熟，这样的话成本也能更低。但自从俄乌冲突过后，西方国家就想方设法地制裁俄罗斯，这一客机上的零件和技术供应就成了问题。为了彻底摆脱西方国家的制裁，俄罗斯除了这款客机项目之外，还有一个 ER-96-400M 项目。该项目源自于 ER-96-300， 是苏联时期自研的一款客机，在苏联解体后陷入停产。自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，俄罗斯又推动了该机的复产，并在此基础上研制出了 ER-96-400M。 目前 ER-96-400M 的原型机已经研发成功，并且即将开始首飞。而 CR-929 呢，目前连一家原型机都没有诞生，还处于 PPT 阶段，并且俄罗斯现在的主要力量都放在了乌克兰战场上。对于需要摆脱西方国家控制的俄罗斯航空来说，在 ER-96-400M 投入资金和精力显然是更加划算的。不过，这也并不意味着俄罗斯要彻底退出 CR-929 的合作项目，因为 ER-96-400M 虽然是俄罗斯的纯国产客机，但这是为了国产而国产。发动机临时用的1276的 PS90A1， 将这一军用型改造了一下，就成了民用型，这就导致成本大幅提升。因为军用发动机可不会考虑油耗多少。作为一款成本远高于其他同类型产品的客机，那些民航公司不到万不得已是不可能采购的。那这款客机即便是研发出来了，也没什么用处。CR-929 虽说受到西方国家的制裁，零件和技术可能会受到影响，但双方此前也并不是没有准备的。我国的长江2000和俄罗斯的 PD35 都是为 CR-929 准备的发动机，只要这两款发动机通过测试并生产成熟了，那么就可以立马安装到 CR-929 身上。但俄罗斯也说了，原本用于 CR-929 身上的 PD35 发动机研制需要推迟2年的时间。
当时就有很多人猜测，俄罗斯这是想退出 CR929的合作项目，因为他们没那么多的时间去研制这么一款还没有原型机的客机。而即便是俄罗斯想退出了，该项目也不可能终止，因为作为全球最大航空市场的我国，对这种远程宽体客机的需求量也十分大。我国还会举国之力去推动这款客机的顺利诞生，就像 C919 一样。目前 CR929 的备用发动机长江2000已经研制成功，这意味着这款客机最大的发动机问题已经被成功解决，剩下的一些问题都不是什么事儿。因此，俄罗斯在这时就又燃起了 CR929 合作共研的希望。一旦 CR929 也投入商业运营了，那么俄罗斯的航空公司也能够摆脱对西方国家的依赖，并且对于俄罗斯来说，它也没有更多的退路了。当前俄罗斯面对整个西方国家的制裁，已经不可能和西方国家合作，而有这个资本和技术的就只剩下中国。退出和中国客机合作的俄罗斯已经找不到任何人可以合作了。